在整理之前啊，你对空间一定要有一个想象。大部分的人都会买过量的厨具，我甚至遇过有80个锅子的人。你是这个家的主人，你才是真正决定你要过什么样生活的人。看下去之前，还没订阅的朋友，记得先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。大家好，我们是蛙家。当您打开家门时，看到的是干净亮白的地板，还是成堆的杂物？当您半夜肚子饿时，开了厨房灯，会不会看到小蟑螂们的游乐园？有这些问题的您不用担心，今天蛙家邀请到收纳教主廖星云廖哥为我们解惑，到底该如何收纳才能把公共空间整理得干净清爽呢？请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收纳幸福廖星云廖哥。我从事收纳整理这个工作啊，已经12年了，是台湾第1位的到府整理师，有自己的团队在北中南服务。收纳整理真的有一种魔力，当你觉得人很衰啦，诸事不顺啦，想要的都得不到的时候，收纳整理就是一个开启人生的钥匙。你可以透过收纳整理改变你的人生。那我也发现这样子做就会有很多的奇迹发生。谢谢廖哥的介绍，原来整理还可以为人生带来新希望。只要整理好自己的家，就能收纳幸福。今年呢，我出了这本书，姐整理的是人生，因为我整理的不是只有环境，我整理的是你的心境。这本书里面记录了很多我跟案主之间的故事。如果你对收纳整理有兴趣，也想要了解更多心灵的故事的话，欢迎去买这本书。在开始之前，还有一个小问题想请教廖哥，请问廖哥觉得客厅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有没有什么看起来更干净的收纳小秘诀呢？客厅有一个重点，你要保持玄关的干净，因为玄关就是家的入口。如果你可以让这个入口呢有一种迎宾的感觉，然后很舒服、很清爽，其实你的运势才会好，财神爷进来才不会跌倒。谢谢廖哥的分享。原来玄关是最重要的空间，留下一个干净回家的走道，心情也更轻松舒服了。接下来想请廖哥用多年的经验帮我们鉴定一下，这些客厅及厨房到底要怎么整理才可以有崭新的样貌呢？第一个案例，因为原本的储藏室想规划成儿女的房间，所以就要在客厅加上餐厅及储物功能。请问廖哥该如何规划呢？跟大家讲，如果你想要在整理之前啊，你对空间一定要有一个想象。我希望在这里做什么？我希望能有什么样的空间？比方说，我希望有客厅区、餐厅区，甚至是阅读区等等，是你在整理之前就要先想好。因为边想边做，有可能你最后规划的会糊成一团。它后方那个冰箱的地方，其实比较适合当成它的餐厅，可以把它刚刚气炸锅啊，或者是那一张比较长的桌子，还有跟厨房相关的那种绿色的柜子，全部移动到后方跟冰箱平行的那个位置，前面的地方就把它保持成是客厅就可以了。有一个重点，它的电视前面有非常多的杂物，如果你希望你的客厅不要乱，你的地上的杂物真的都要把它收纳好，可以断舍离的东西先清掉。后面有一座是比较大的柜子，把它变成是储物区，所有的杂物可以移动到这边，可以拿收纳品来辅助，那这里就会变得很干净。哇，原来对空间的想象是比整理更重要的步骤。知道自己向往的家的样子，也能成为整理时的动力。还有廖哥特别提醒，地上的杂物真的要好好收拾干净，不止客厅会更空旷，也可以减少物品堆积起来的压迫感哦。但到底要怎么减少物品呢？第二个案例的屋主就是有断舍离的困扰，东西都舍不得丢。请问廖哥有没有什么断舍离的步骤可以跟大家分享呢？每一次大家在断舍离的时候，都会觉得哇，这东西好好的，好可惜，好浪费。你是这个家的主人，你才是真正决定你要过什么样生活的人。所以不要被这些杂物给局限，可以遵从我的诀窍，叫做几雕分柜，即挑分归，集中挑选
分类归位。集中就是把所有同类型的东西集中，比方说今天把所有的食物类集中，有的不想吃了，或者是过期了、变质了等等，这些可以淘汰掉。再来呢是挑选，挑选呢是选你不要的东西，比方说它已经是毁损的，或者是不想修理的等等，只要让你有负面情绪的这些东西都可以清掉。第三呢是分类，这是食物类，这是玩具类，只要你分好了，就可以看到它总量是多少，把你要的放在适合的收纳品里面。最后呢是归位，归位呢就是你通常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，依照这个模式把这个东西放在适合的地方，你想得到就能拿得到。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一直搞不定，可以寻求整理师的帮忙，因为像这样大规模的整理，又要调动线，又要断舍离，对一个人来说实在太吃力了，所以我觉得寻求专业的协助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。把空间还给自己，不要让杂物成为我们的主人。如果这些物品对我们已经没有帮助了，就应该好好的跟它道别，还给自己一个清爽的居家环境。第三个案例，看起来已经很干净了，但屋主总觉得哪里怪怪的，好像没有一处可以好好休息的地方。请问廖哥，这个问题是出在哪里呢？其实可以从这个案例很明显的看到，它主要都是小朋友的东西，从地面到沙发上啊，都不是给人做的，都是给玩具做的。其实我觉得很多大人啊，都会用自己的方式去帮小朋友整理，可是往往小朋友没办法维持，而且1秒就可以弄乱。最好的方式是你把所有的玩具摊开来，然后依照他自己的逻辑整理。比方说，他可能只想要软软的跟硬硬的，或者是车类跟其他类，用他的逻辑去分好之后，让他自己放好，就可以很好的去拿取还给客厅原本的功能，这样子才会让整个家庭都是和谐的。原来有小孩的家庭还有不一样的整理方式，把大人跟小孩的空间区分开来，各自都能好好休息玩乐，还能让小孩子学会收纳归位，减轻大人们的负担。看了这么多客厅的案例，接下来要请廖哥为我们讲解很多主夫主妇们头痛的厨房问题。在这个案例中，屋主总觉得自己的厨房连个切菜煮菜的位置都没有，锅子厨具只能到处放，超想放弃整理。请问廖哥该怎么办呢？大部分的人都会买过量的厨具，我甚至遇过有80个锅子的人。其实拥有再多的锅子，跟你的厨艺不成正比，不如你把你最擅长、觉得最好用的拿来用，这样才是好的。我们现在的厨房比较小，你的台面如果放满小家电，你就没有操作或者是切菜的空间。所以我的建议是，可以把这些小家电延伸到餐厅，比方说微波炉啊、咖啡机啊，让家人可以自己用。如果说是电锅啊，或者是煮饭需要用到的气炸锅等等，放在厨房里面就可以方便里面的人使用，不会互相干扰，反而可以让你的厨房空间更好活用。所以说，厨具真的不是越多越好，而是选择自己喜欢惯用的，才能根除囤积问题。加上现在的厨房越来越小，餐桌常常变成置物的空间，就连小家电的动线都要好好配置，才能让使用上更方便哦。最后一个案例是一个老式的厨房，屋主觉得收纳的地方实在太少了，东西放在橱柜里好像又有异味，想收在层架上又不知道要买哪一种好。请问廖哥有什么推荐的做法吗？很多这种老式的啊，第一会有异味，第二就是放进去什么都会忘记。可以试着把门片拆掉，改成是有把手的收纳篮放在上面，只要一个动作就可以拿下来，反而是更轻松的。再一个案例啊，餐桌旁边的层架非常矮，等于它上面的空间都浪费掉。我会建议他可以买一个比较高的，大概180公分的，深度可能在30左右，就比较不会有压迫感。关于厨房，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是谁在这里用，然后煮菜的动线是什么样。比方说我在这里切菜，菜刀一定就会在这个附近；我在这里煮东西，锅子一定会在这个下方。依照你的动线去调整，你一定可以把你的东西收在适合的位置。原来厨房也有自己专属的动线，把机能分清楚，让每个物品都有自己的家。其实只要整理干净，所有厨房异味、小虫子都会慢慢的消失哦。看完这么多案例，蛙边感觉厨房的囤积问题好像都特别严重。请问廖哥，真的是这样吗？
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呢？对，而且我发现啊，厨房的囤积大部分就是长辈比较有这种现象。那我曾经有遇过一个60几岁的阿嬷，他们家的餐厅、客厅还有厨房全部都塞满了各式各样的食物啊、腌制品等等。厨房的断舍离啊，大家都觉得很困难，但是对我而言，只要先从过期的食物开始就可以了。那不想吃的食物，但是还在期效内的，也可以送到一个 FB 上的社团，叫做剩食终结者，让有需要的人拿去吃，也是让这个东西不要被浪费。原来还有这样的社团，可以避免食物的浪费，但整理完的空间要维持，又是一件困难的事。想请廖哥特别跟我们介绍您独家的联想性收纳法，帮助我们快速收纳。其实联想性收纳法非常简单，就是你不要把物品分得太多的类别，越简单越好。以衣橱来说，假设五斗柜有4格，那你可能就可以把它分成上面2格是上半身，下面2格是下半身。那用联想的就可以知道，最重的牛仔裤一定是在最下面，就算没有贴标签，都可以直接找到东西。这就是联想性收纳法。哇，原来联想性收纳法这么简单，大家都学起来了吗？谢谢廖哥今天的分享。挖边真的获益良多。今天呢，我们讲了非常多的客厅跟厨房的案例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学起来？如果你有任何想法或者是心得感想想要分享的话，欢迎留言在这边。那如果你觉得廖哥教的很好的话，也欢迎你追踪我的频道，收纳幸福廖星云，拜拜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分享，欢迎点击下方超级感谢，用行动支持我们做更多实用的影片，也能追踪 IG 获得更多灵感哦。最后记得锁定蛙家，每周3更新，我们下周见，拜拜。